元气同乐会。早上的10:07，欢迎大家在时针点的新闻过后再次回到生活同乐会。礼拜一的第2小时，我们依照往例是元气同乐会，而今天呢非常开心哦，康健杂志每个月一次要来跟我们分享他们这一期杂志的一些重要精彩的内容。今天要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的是资深记者谢家军。Hello， 家军。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好，家军这次带来的康健哦，我看一下你们的这一期是4月号嘛，对不对？对。4月号的封面其实还是跟大家最关心的防疫有关哈。那他们这次的封面是说，这个武汉肺炎的威胁至少还要3个月，所以关键90天你我如何安度疫情？那里面就写到很多食衣住行各方面的。那当然可能有一些是大家有听过的，但有一些可能还真的你有可能会忽略掉的。那在这边都帮你做了一个总整理。但是今天其实我比较有兴趣的是，他们这一次有另外一个特别企划啊，是救救枕边人，小心打呼会要命。这个救救枕边人其实有2个含义，一个是救救在打呼的那个人，因为他有可能会真的就是成为大家所说的这个睡眠呼吸中止哦。那就算没有在睡梦当中这个发生什么事情，可是长期的这种状态，他睡眠品质其实是非常差的，早上起来可能精神都会很差，然后一整天都觉得很累哦。所以要救救他。另外一方面，可能也要救救就是躺在旁边的那个枕边人，就是说救救枕边人。这个枕边人到底是谁？其实是看你的讲话的人是谁。对啊，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个会打呼的另一半哦，而且打呼打得很大声的另一半，其实真的非常痛苦是2个人都2个都痛苦，一个没办法睡，一个睡不，就是2个其实都睡不好。一个是睡不好，一个是根本没办法睡。睡不好是打呼的那个，没办法睡是在旁边被打呼吵的没有办法入睡的那一个。所以他们这次做了一个特别企划，救救枕边人，小心打呼会要命。家军说他这次做完了这个特别企划之后，回家抓着他爸。对，因为我觉得这已经不能等闲视之了，就是他常年都会打呼，然后可是做完之后才知道，原来打呼不是只是噪音的问题，其实它跟他的健康有非常大的关系。有人说听说侧睡比较不会打呼吗？对，可是感觉侧睡是对于那种可能只有打呼的状况，它只有声音大的状况可能比较有效。但它如果已经到呼吸中止症的话，其实效果不是这么好。对，好，所以等一下呢，我这个特别那天看到康健，我以为又是要谈防疫，但是我就看到那个特别企划，我就说，我比较想聊这个。然后我们家制作人说，对，我们这次就是要聊这个。好，就是有志一同，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你们这次做的这个防疫的企划应该是说呢，我在里面看到就是包括比如说在各方面的一些生活防疫的实用指南，比如说以家，你们就分层嘛，家，家就是居家的部分。那今天一开始我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些医生建议大家回家之前要做什么事，比如说回家之后先把全身的衣服脱完之后再去洗手，然后再去碰触你家里面的东西。那或者是说头发长的人，你可以把头发绑起来，减少它对一些病毒或是脏污的碰触。对，所以呢，这边有10个项目，进门前并检查，对，的10项目不把病毒带回家。是，第一个是脸部，对。就是当然就是没有洗手的时候，就是要避免碰触你的脸。对。那第2个其实蛮重要，眼部。那眼部这部分特别提醒戴眼镜的人，对不对？对，就是虽然我们不会带着护目镜上街，可是我们还是可以尽量戴眼镜，多可以阻挡病毒。然后最好呢，也是每天可以用肥皂水清洗一下你的眼镜。然后没有洗手不要去揉眼睛。对。然后另外还是随身物品啊，比如说钥匙啦、悠游卡、手表，那最好可以用酒精或者紫外线灯回家之后消毒。手机那更重要了哈。但是手机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就是不是直接用酒精喷，因为对你可能是要放在纸上或是软布上面再去擦拭。还有鞋子这个之前我们也讲过，就是你要放在外面，那放在通风处哈。头发可以绑起来，然后呢，口罩这个怎么做大家已经知道了。手的部分，包包的部分包包要挂在通风的地方。衣服呢反脱放到
洗衣篮，或是挂在通风处，或者可以用酒精、低浓度的次氯酸水。那如果担心伤害衣服的话，最好就是用挂烫机啊。挂烫机它有可以高温杀菌。之前我们在疫情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团购了一波那个挂烫机，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中国大陆他们那时候那个疫情指挥中心的人直接出来教大家，对，然后还有特别提醒大家那个就是用那个挂烫机，记得特别你全部都烫没有关系，但最重要你领口、袖口是最容易沾染到细菌的地方，一定要特别烫。所以我那时候就来团了一波挂烫机。好，然后在行的部分，其实当然有说你坐交通工具怎么样，但是我觉得现在有个比较多的是共享交通工具，好，比如说像是很多人会使用的 GoShare， 在大台北地区比较多 ，WeMo、iRent 等等哈，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提醒大家？主要是在共享机车，因为我们会需要戴安全帽嘛，那建议说大家可以就自己自备安全帽，那可能卫生也会比较好，然后也可以随身携带一些酒精棉片啊，针对像是把手啊、坐垫啊、铃铛的地方，消毒擦拭一下这样子。还有像是如果没有办法自备安全帽的话，你可能要弄一个什么头垫之类，对，那种衬垫的。对，然后刚刚我们制作人说，像 WeMo 里面都有附浴帽，抛弃式的浴帽，就是你先戴浴帽，再戴安全帽这样子哈，就大家稍微注意一下。然后我看看还有什么东西想特别提醒的吃饭，好。吃饭其实有哪些地方？比如说，假设你去餐厅的话，有哪些地方是你们列了6样，说是比较容易沾染病毒跟细菌的？对，除了大家比较知道像是门啊、门把啊、厕所的水龙头之外，其实大家常常会有去吃水饺或者吃什么火锅料，它会有共用的酱料罐。哎呀，对我怎么都没想到。对，你可能大家都会去那边沾啊，去那边用啊，其实这是很多会接触到的地方。然后还有自助餐的那个夹子啊、菜夹。对，面包店也是有那个夹面包的那个夹子，对，大家夹完就放回去啊。还有一些菜单啊，可能就大家翻一翻，或是撕了几张，然后其实大家都一直这样子在看的。对，所以这部分就是你摸完之后，最好还是可以洗手啊，消毒一下再用餐这样子。对，那当然桌面啦，就是我们现在至少我大概唯一会记得的就是坐下来桌面我一定会喷酒精擦一擦，或是臭氧水擦一擦。对，然后我现在也是觉得自备餐具会比较好因为你用它的餐具你不放心，可是用一次性的又不环保，你又觉得不环保，对。然后再来就是1人1份，避免多人共食，然后少吃饭店自助餐。这我大概讲了800遍，因为buffet 真的很恐怖，对不起这些饭店的业者，所以现在其实饭店也很难经营啊，他们现在都开始做便当，对他们冲击很大，所以我们如果想要支持他们，我们可以去买便当。好，但是其实呢，你还是会担心啊。那我们相信就是说，饭店他们应该自己都做得都戴口罩做什么的，这个应该就是会要让大家尽量放心。如果真的要去吃，大家还是戴口罩，夹菜的时候不要讲话之类的。好，然后再来，其实有一个就是最近其实外卖变得比较多，因为大家觉得我不要去餐厅里面坐着吃，那在叫外卖部分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其实我觉得叫外卖还好，但是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我可以自己在自己的座位上吃，回来不要跟别人交谈，但很多人就会习惯可能边吃饭然后开始用电脑边工作，对，然后你的电脑键盘可能就是沾了很多的细菌，你也可能一起把它吃下去了，所以记得就是尽量在吃饭自己吃的时候也不要边用电脑边吃东西。键盘很脏对，你知道你们这边还写说，曾经有医学中心发现院内感染的来源是值班医师的电脑，竟然就是值班医师的电脑键盘。所以千万不要打电脑一边打边吃，这个蛮重要。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工作上面要随时消毒你的一些键盘这些的。好，所以呢，如果还想要知道的更详细的话，欢迎可以参考一下康健4月号的这一期的杂志那他们对于这个防疫的各个不同的方面的一些防疫的一些方法，或是一些正确的知识，有帮大家做一个总整理好，那接下来我就要进入他们的特别企划，也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那事实上也是非常实用，而且是必须的
睡出一身病，怎么这么惨？全身10几个疾病可能都跟打呼有关。真的假的？对，全身10几个疾病跟打呼有关吗？目前已经有比较多的证据证实的，主要就是高血压、心血管、中风啊、心脏病这些都可能跟你打呼有关，因为你是长期的呼吸，你打呼然后呼吸中止缺氧，它会增加你一些心脏功能的负担，所以有可能重度的呼吸中止症，你没有治疗的话，你中风致死的机会会比一般人高3到4倍。对，然后重度的患者平均寿命可能会少10到15年哦。你们有去做那个调查，就是说现在到底有多少人有这个打呼的困扰吗？应该是说。国内的台湾睡眠医学会他们有调查，就是国内大概有80万人有这样的睡眠呼吸中止症，对，但是呢，可能只有1成的人他们有去就医，然后确诊过。可是即使他有就医确诊，他可能也只有1/4的人他有在长期追踪治疗，有80%的人他们可能都没有治疗，或是治疗之后又中断了，对。甚至有，而且不是只有男生哦。刚刚我们讲的那个是已经严重到已经呼吸中止，但有打呼困扰的人呢，国内大概超过60%的男性是会打呼，然后女性也有40%以上会打呼。然后有1/4的受访女性表示曾经被伴侣的打呼声吵醒，对，1/5的女性受不了老公打呼而选择分房，然后有1成的女性因为老公打呼想要离婚。对，这个就叫做社交离婚。所以我说这个救救枕边人。也救这些老公会打呼的女性朋友们哈，但是说句实在话，就是打呼有分严重跟没有那么严重的，对不对？我们怎么来区别它的严重程度？其实我们真的会说到很严重，是它可能已经从打呼到呼吸中止症这真正的疾病中间，其实还有一个叫做上呼吸道阻力症候群，它可能也是你在呼吸的时候阻力是提高的，你的空气没有办法很顺利的进入你的体内，可是它还没有到真的呼吸已经停止了。然后可是如果你已经进入到上呼吸道阻力症候群，你可能就是也会常常肩颈酸痛啊、腰酸背痛啊。可是你已经到呼吸中止的话，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你的呼吸可能会终止超过10秒以上。对，10秒，到几秒会挂掉啊？其实没有说它，就是应该是说你身体正常的机制反应是你在呼吸停止的时候，你在睡觉的时候呼吸停，可是你的大脑会唤醒你说，你要赶快醒来去呼吸。对，因为你呼吸你呼吸停止的时候是在你的喉咙啊这边呼吸道的肌肉是太松弛的，然后它会唤醒你，让你的这边肌肉张力增加，所以你就会赶快呼吸。所以如果说真的要到你可能一直停止呼吸到真的猝死的情况下，可能是你的大脑它没有去唤醒你起来，或者说它即使已经唤醒你起来，但是你瞬间那个呼吸的力量冲不过你那个阻塞的力道。这就是你说的中枢型吗？算吗？中枢型没有，中枢型它是根本就不会提醒你呼吸。对，就是它。因为这边我们有讲到说会打呼一定会有睡眠呼吸中止症吗？你上面写说要看你是哪一种类型，对不对？你刚刚有讲的就是阻塞型，对不对？会打呼的都是阻塞型的，90%是我懂了。所以你说会打呼都是阻塞型，那有一些就是你刚刚说的，它是上呼吸道太窄的状态嘛，是不是？对，就是你可能鼻中隔弯曲啊，或是你有鼻炎啊，或是说你的可能舌根比较肥厚，悬雍垂比较长比较厚这些，或是说扁桃腺比较肥大的人，他的呼吸道会被阻塞，所以这个是属于阻塞型的。对，然后你刚刚有讲到就是说怎么样是严重的，那严重的话是阻塞型里面有一些你说它是。就是可能会长达10秒然后你就是应该是说你要说它严重的话，我们必须要看它1个小时它呼吸中止的次数。对，如果说是1个小时你睡眠呼吸中止可能只有5次以下，这种是轻度的，是一般其实还不到轻度，它是一般人可以接受的范围。然后你如果呼吸中止在5次到15次的话，这个是轻度。然后你如果1个小时是15到30次，那就是中度；30次以上就是重度了。对，它是用这样的次数来分。可是它会算你1次，就是说你
每一次呼吸中止是停10秒钟以上，它才算一次。对。那真的在临床上有因为这样子就是猝死的案例吗？临床上是真的是有的，就是说因为你睡眠呼吸中止过久，然后你的大脑的呼吸中枢的敏感度又比较差，它来不及唤醒你的身体，或是我们刚刚讲它阻塞太严重，它大脑即使有唤醒你要起来呼吸，可是你那个呼吸的力道没有办法去突破你那个阻塞，好可怕哦！对，怎么感觉很像溺水的状态？对，它就是真的一觉就醒不过来了。真的有这种吗？就临床上是会有的，有比例吗？有没有？医师没有特别提比，但是他说是有这样的一个疾病。OK， 好。所以那刚刚其实我已经提早问了，就是因为有人说那会打呼呢，是不是就是一定会有？对不起，我帮你稍微拨一下，因为你头发有弄到那个麦克风，所以会喳喳喳的声音。对，因为我这边听得到，你没有戴耳机听不到。对，好。那刚有提到说会打呼就一定会有睡眠呼吸中止嘛？那其实这边也做了一个分别，就是说要看你的打呼是哪一种型。刚刚有讲到阻塞型，90%都是这种人。好，那这些人里面，你上面写说有1/4有呼吸中止症。对，就是阻塞型就是呼吸道是不通畅的，它是阻塞的，所以他会打呼。然后他打呼这种人，他可能再严重一点，大概就会到呼吸中止症了。所以以阻塞型来说，他的这一类的人几乎都会打呼，他的症状之一都是会打呼。然后中枢型呢，它是因为他大脑的呼吸中枢是异常，它不会发出讯号提醒你要去呼吸，所以其实他的呼吸道是很通畅的。可是你看他他呼吸道是通畅，可是他连胸腹都不会有那个呼吸起伏的动作。对，所以这类人他比较不会打呼，因为他的呼吸道是畅通，可他是大脑这边的问题，所以这种人就比较不会有打呼的症状。那阻塞型的话，他可能就是呼吸道不通畅，可是他的胸腹还是会起伏的。你看他在睡觉打呼，他胸腹是有在动，只是他气过不去。对。好，那刚刚已经一直有一堆人在讨论，所以我们先讲这个好了，就是到底什么样，这有没有所谓的高危险群？就是会打呼，然后甚至是从这个到比较严重的呼吸中止，它是不是可以从外观就能看出来？因为刚刚一堆人在讨论说，抱歉，我不是歧视胖子，但请问胖的人是不是比较容易打呼？的确，临床上非常多的患者几乎都有肥胖这个共同的症状。对，因为肥胖它会让你的脂肪容易堆积在你的呼吸道这边，所以它会造成你阻塞。尤其是男生可以留意说，你的脖围如果超过40公分以上的话，就要特别留意。对，然后我们刚才也提到，为什么说是男性？因为男性的脂肪也本来就比较容易囤积在就是喉咙啊、颈部这一边。那可是女性就要注意了。女性虽然在我们更年期之前，我们有荷尔蒙的保护，我们脂肪不容易囤积在这边。可是等到你停经之后，你少了这个保护，你的脂肪可能会开始往你的颈部这边堆积，那你发生呼吸中止症的几率可能就跟男性差不多了。所以有些人说那个觉得说自己的脖子好像变粗变厚，对，这些人其实就会比较容易发生这些事情，对不对？脖子粗的人要很注意。而且我看到你们这里面就写了一个这个模拟案例哦，这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我相信应该很多人这个是周遭真的有，就说60多岁的王先生以前呢就一直都有打呼，但是都不以为意，一直到10年前的某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常常半夜醒过来，起初以为自己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但是后来脾气开始暴躁，白天精神不济，那因为经常半夜醒来上厕所，一度怀疑自己有摄护腺肥大的问题。对，那后来是有人建议他说，你要不要去做睡眠测试？他才发现原来自己得了睡眠呼吸中止症。所以有像我妈啊，我妈也是，就是睡不好的原因是因为半夜都要起来，她说她都会起来上厕所，所以他就一直觉得，哎呀，可能年纪大了，所以是膀胱的问题。但因为我现在没有跟我妈住在一起，搞不好她有打呼，也有可能。对，因为我妈以前，我记得我跟我妈以前我还住在家里的时候，我妈是会打呼的，但是因为我爸声音实在太大了，会盖过我妈的声音，所以其实搞不好是也有可能。对，因为你呼吸中止，然后缺氧的情况下，它也会影响你抗利尿素的一个分泌，所以你可能导致也会有频尿的症状。所以有时候男性常常年纪大就以为我到底是摄护腺肥，我是摄护腺肥大吧？但是也有可能它是因为你有呼吸中止。对，所以有哪些症状在外观除了肥胖之外，
还有我刚刚还没有提到，就是一个像是下巴后缩，下巴比较小、比较尖的人，甚至比较后缩的，就小下巴。这个之前赵哲阳医师来我们节目有特别提醒这件事情，对他的下颌空间比较小，还有小下巴背后。对这个，所以小下巴就是等于是下巴后缩的人也比较容易有这种问题。对，还有吗？还有老年人，就是我们刚刚讲过，因为你这边肌肉喉部这边的肌肉松弛，加上你可能年纪大，代谢变慢，你也容易变胖嘛，就会加重风险这样。哎呀，我决定我要回家去跟我妈睡一晚，来看一下我妈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哎，真的有可能哎。好，所以呢，刚刚因为有人一直在问，所以我们就先讲这个。但其实我们刚刚是先要告诉大家，睡眠呼吸中止其实远比你想象的要严重。是你不要以为说哦，哎呀，就是因为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自己有，然后只是觉得很累，然后很容易醒。但是它其实跟刚刚嘉君有讲，跟你全身上下13种疾病可能都有相关。对，好，那我们刚刚讲了其中的1-2个，是不是可以把它完整的讲有哪些？好，我大概就除了刚刚讲的高血压、中风、心脏病，然后还有肩颈酸痛啊、五十肩啊、落枕啊，甚至你的忧郁症、失智症、胃食道逆流、肾功能下降、糖尿病、肥胖、肝功能下降，甚至性功能障碍，这些都有可能跟呼吸中止有关。而且其实现在大家最怕的应该是失智症。对，因为失智症大家有一些说法，它是跟你的一些脑部里面有像是套蛋白啊、乙型类淀粉这个的沉积有关。那你如果睡眠呼吸中止缺氧，你脑部可能代谢没有这么好，这些沉积的一些可能蛋白啊、类淀粉啊，它没有办法很有效的清除，那它就会导致你的一些脑神经受损。这个已经很多的研究了。像打呼是会遗传的吗？我们在医学上没有说遗传病，没有说打呼这个东西，对，它没有正式名称，但是。为什么爸爸打呼，儿子也很容易打呼，阿公也都会打呼？那是因为你们的可能脸部的结构都很相似，像我们刚刚讲的，你可能都有小下巴、下巴后缩，对，然后你们可能假设哪个部分比较肥厚，也会都很像，对，而且你们生活习惯可能很像，都常常吃外食，或是家里都吃的很油、很高糖高盐，你们可能都有肥胖的问题，所以你可能大家人都很有可能都会打呼。那你如果打呼的话，我们刚刚讲了，它可能跟高血压这些也有相关。所以有些人会觉得，我是不是遗传性的、家族性的高血压？其实也有可能跟你们家族都会打呼有相关。好，所以讲到了就是说呼吸中止症的日夜症状，刚刚其实也讲过了，对不对？好，那再来的话呢，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就要告诉大家更重要的啦，就是说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有哪些人可能有，那你现在怀疑你自己可能也有，事实上很多人说，她也有，她老公也有，然后大家就决定分房睡等等。但其实如果要改善的话，到底可以用哪些方法？那之前我有曾经听过有人去开刀，但是一定要开刀，大家就会害怕。一定要开刀吗？我自己身边有朋友，他们就是去做了这个呼吸检测之后，带了呼吸器，对，这个有非常大的改善，到底它怎么用？然后为什么它能够改善？那嘉君他们这次都做了非常详细的整理。我们休息一下，再请嘉君来跟我们分享。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有相关类似的问题，也欢迎你们可以在 YouTube 上留言，那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帮大家做一些解答咯。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会，你只要头发不要在这边就好。对，因为刚刚那个擦，我就想，我可以拿下来喝水。可以啊。我怕累。睡前有没有先去？一定有啊，都有先去尿尿啊，所以我觉得，对，早上喉咙会觉得很干，因为嘴巴都打开。像我儿子这2天鼻塞又开始，所以呢，他整个嘴唇都是起来都是脱皮的。那其实可以，就是刚刚有人说那个日本有时候日本有那种专门的贴胶带嘛，还有用贴胶带，对。就是防打呼的，它就是直的，会把你嘴巴贴起来。这个我还没有查到，我只知道看到什么。有啊，我上次有塞贴片、止鼾贴片，还有塞那个鼻扩张剂那种。止鼾贴片就是贴这里啊，有的是贴下巴。下巴。但是我看到是贴这边，到处都有卖，药妆店都有卖。上次我有问医生啊，我说那这样有用吗？他说有用啊。真的？你是把嘴巴粘起来啊？但是问题是，我说那为什么一定要买那个贴片？超贵的。我说是不是直接贴那种透气胶带也可以？他说
也可以，因为那个贴片很贵耶。打开就。可是我防疫师他们都不太建议，他觉得这种都还是没有非常科学根据，他就不太建议去外面到处买，像那种什么鼻扩张剂啊，他说因为你塞也不是鼻子的问题，主要是你喉咙这边。大家都说塞完隔天起来就掉了。对，也是有可能。那个鼻扩张剂真的很不 OK，因为我有朋友去买啊，因为我看了我就不会想买，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不实用。可是贴嘴巴有用因为我有给我儿子用过贴嘴巴，然后贴嘴巴它就通了。没有，因为他会就是说上次赵哲阳有讲，他就说有些小孩子他会其实他会变成一种惯性，他习惯就是有嘴巴呼吸，感觉他自己知道觉得这样比较轻松，他就会去用嘴巴呼吸。其实他鼻子也没有不通，他当然他说你当然前提你要确认他鼻子是他可以呼吸的，可是就是说他两边其实都可以呼吸，可是嘴巴呼吸比较轻松，他可能就会用嘴巴呼吸。哦，那是他个人习惯。当然鼻子如果全通的话也不会，他一定是有一点点不通，但还是可以呼吸。那你就想办法把它贴起来，然后就是让他因为有些人是习惯性的嘴巴会张开，对，真的你知道我老公跟我儿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都一模一样，就嘴开开，嘴巴开开的。对啊，我就觉得是怎么回事，很惯性的嘴巴就会打开，是脖子没力这样。嘴巴就开，不知道就是呆，就很看起来就是一种很蠢的样子，很入神，对，就是平常开嘴巴那种。对，所以那个对，大家说这都是民俗疗法。对啊，那没办法，因为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多哈。对。那这样子用真的有效，所以你先跟儿子。13分，欢迎回到生活同乐会。今天元气同乐会来到现场一起同乐的是康健杂志的资深记者谢家军。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康健4月号的内容。那除了会有一些防疫的总整理之外呢，他们的特别企划是我比较感到兴趣的，就是怎么样来救枕边人，因为打呼到时候打到睡眠中止，真的不是开玩笑的。那刚刚就有很多人在YouTube 上面留言，我发现有打呼困扰，自己本身有打呼困扰，或者是枕边人有打呼困扰，或是爸爸有打呼困扰的，真的非常的多。你看现场只有我跟家军，我们2个人都有身边的人，这个几率应该是100%，只是看有没有到严重到有呼吸中止。对，那刚刚大家就有讲到说，比如说什么日本的电视台说什么用嘴巴贴胶带，其实你如果有常去日本药妆店看的话都有卖，我自己也买过。那有没有用？有一点点用。刚刚我们有一位听众 Jeff 说，这种做法只对轻症有效。没错，你讲的太对了，就是对轻症有效。那但是真正在医疗上面，医生们其实有他们的看法，对不对？医生认为说，像这样子的打呼，有什么样的改善方式呢？其实医师他们最推荐的是用非手术治疗的氧压呼吸器。所以先讲一下有手术治疗法，对不对？手术治疗怎么治疗？手术治疗它就要看你的结构问题是什么。对，它如果说你是可能鼻中隔有弯曲，它可能就有用鼻中隔的鼻道成形术，然后也可能是跟你的悬雍垂有关的话，可能就是2咽的悬雍垂成形术。然后如果说你是跟你的下巴这些下颌的问题的话，它可能就是整个要去把你的下颌骨往前移啊，或是上下颌骨都要同时前移，就是下巴手术这样。所以它是看你的结构问题在哪里，它就针对那个结构去做调整。你们这边其实有写一个 case，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 case？这个小平，这是一个化名啦。对，因为他其实他也是长期都一直有打呼嘛，然后他那时候就想说，那他就先去带个那个氧压呼吸器好了。
了。然后他的状况是他陪着他妈妈去看可能鼻子的问题，他就想说，那我就顺便也帮自己挂号看看我鼻子会不会有问题，因为他知道自己会打呼，他知道他有打呼，他也是在别人就是跟他们一起出去玩，然后别人隔天跟他讲说，我跟你睡我都不敢好好睡，因为我一直觉得你一直打呼打很严重，怕你就是一口气喘不过来的这样子。对，他才知道原来自己有打呼。然后他去看了医生之后，医生一开始就是建议他说，你可以用氧压呼吸器治疗。对，然后他也是想说，好，那我就去试看看。那刚好他就是有一次陪他妈妈去看医生，去看耳鼻喉科。那他就想说，那我帮自己也挂号看看好了。就后来他一挂号才发现，原来自己的问题也很大，因为他有包括扁桃腺很大的问题，然后他的悬雍垂也很长，所以他的呼吸道就变得很细，然后他的鼻孔也是很小的，所以医生那时候就建议他说，他可以把他的鼻中隔弄直，然后也可以摘除他的扁桃腺，然后又把他一部分的悬雍垂给切除。对，然后他就说，他开刀之后2个月是真的是没有打呼啦，呼吸也是很顺，然后白天精神也都很好。对，可是其实他到现在大概已经半年多，他说他好像还是有存在一点点的手术后遗症，像是说他喝水容易呛到啊，然后流鼻水可能只流一边，对，然后鼻子到现在还是有点痛，然后讲话也会卡卡的。他说他最困扰就是说他的喉咙会很干，所以他会有一些吞咽困难，然后好吃的东西他现在都没有什么感觉。那所以这个是手术，一定会有的后遗症，还是说这个手术可能某些地方没有太成功啊？我有问过其他医生，他们说他觉得现在其实手术的后遗症没有这么样的明显，因为这个小平他可能才半年而已，所以他到底是不是这么长期的后遗症，我们不是还没有完全恢复，对，也有可能。然后医生说卡卡的这部分，医生是觉得很少会发生，现在顶多是像说有时候悬雍垂太长的，他可能早期可能切得太过，他为了把你清除，然后切得太过。但是悬雍垂它有点像是我们机车后面的挡泥板，它可以避免就是泥水溅起来。那你如果悬雍垂切得太短，有可能导致你吃东西它容易呛回来。大家知道什么是悬雍垂吗？直接讲就是你喉咙张开，每次要看，对，每次那个医生要看你喉咙有没有发炎，那你或者你叫你小孩嘴巴张开看他有没有发炎的时候，有一个垂下来，我们像小时候，我们小时候都说那个叫小舌头，就是你喉咙有没有垂下来一块小肉那个就叫悬雍垂。对，好，那所以其实刚刚家军有跟我说，其实大部分医生其实都不建议用手术，就会觉得说有些其他的方法。而且尤其有一些来看这个困扰的都是长者，老年的朋友，那可能不只有这个睡眠呼吸中止，它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一些身心，出现一些身心症状，可能都跟这有关。那当然你说叫老年人动不动来，你就跟他说，我们开刀，他也会吓死。对，所以其实医生有更好的建议方式，对不对？其实我那时候在采访医师的时候，我也很好奇说，为什么越严重的患者，你们反而会建议他要用氧压呼吸器，就是不要用手术治疗？他说，因为你长期的缺氧，你的可能心脏、身体的负担都是比较大的，所以你要动手术，你可能要特别去评估你的心脏功能、心肌功能。对，所以他也可能在预后的表现可能也会有受到一些影响，所以他们越严重的患者，他们不会越直接的建议你去做手术，除非是说像是你很清楚你的问题就来自是结构的问题，对，然后你可能也没有同时其他有什么肥胖的一些的问题，因为如果把这些结构问题改善，可是你的脂肪还是这么堆积的这么厚，你可能通道也不会说太畅通，对，所以医师会评估说，你如果说你是比较稍微看起来比较瘦，就是比较没有肥胖问题，然后你又很明显了解你是结构问题，比如说你是扁桃腺很大的话，那这种你就可以建议看看说要不要透过手术。所以如果说针对那个比较肥胖的病人，他会建议你要减重吗？会吗？你看我们有一个 Jackie，他说他想办法减脂就好了。他说他自己就有那个睡眠呼吸中止的毛病。他说那个因为他后来就是减重减脂，他说现在已经没有了，已经3年都不会。但他减很多啦，他真的是减了10几20公斤有，所以就是这个也是一个方向。对，那但是这个氧压呼吸器
我们现在可以有阳压呼吸器的画面吗？不会有。有的话，因为它在116页有一种3种，一个叫做口鼻罩，一个叫鼻罩，一个叫做鼻枕，对不对？这个是阳压呼吸器是首选，对不对？对。那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那个图片的部分，它有没有找到？就是对，没关系，没关系，对你用讲的好了。对，好，阳压呼吸器它并要先跟大家强调，就是阳压呼吸器它不是给你氧气，因为你已经呼吸道阻塞，你再给你氧气也进不去，所以它是要把你的就是它会侦测到你在呼吸道阻塞或是阻力提高的时候，它会把压力从你的鼻腔导入呼吸道，它要打通你的那个阻塞的地方，让你可以正常的呼吸。对，所以它是给你压力，它不是给你氧气。对，它的重点是要打通呼吸道。对，然后呢？阳压呼吸器它是一个主机，可是它一定要再搭配一个面罩，所以它有可能是罩住你鼻子跟嘴巴同时罩住的，也有可能只罩住你的鼻子，那也有可能只塞你的鼻孔。鼻枕就是只塞鼻孔，对，它的那个压力是直接从你鼻孔灌进去的。那这样看起来，应该外国人比较常用鼻枕，对不对？要看亚洲人是最常用鼻罩，这要看你的睡眠习惯。对，然后还有就是可能你嘴巴比较没有办法闭起来的人，他会建议你要整个口鼻全部都罩住。对，然后如果说是你睡觉很容易翻来翻去、动来动去的话，你如果戴鼻枕只塞鼻孔的话，因为它很轻巧，所以它也很容易就掉落。对，所以你可能就比较不建议用鼻枕。那如果像口鼻罩，因为它的面积比较大，你鼻子、嘴巴全部都罩住，那你有时候可能侧躺，它很容易没有办法吻合你的脸部，它就会漏气这样子。好，所以现在我们后面画面上看到这个就是口鼻罩，对不对？他戴的脸上戴的是口鼻罩，然后旁边那个就是阳压呼吸器。对，大家可以看到那个黑色的小盒子就是阳压呼吸器，而他脸上搭配是口鼻罩，对，就是把你的整个脸其实就是占据了1/2。好，那除了这个阳压呼吸器之外，好，我们先讲一下，它适用所有的呼吸有问题的患者。对，基本上不管你轻中重度，它都可以戴阳压呼吸器，也可以消除鼾声。对，也可以，因为其实就打通了，就不会打呼了嘛。对，就是现在重点就是很多人戴不习惯，因为它就像我们刚刚讲，它有可能漏气，然后它如果气直接灌到你的胃部，你可能也会有胃胀气的感觉，或是你隔天会觉得喉咙很干，或是有些人戴了之后脸部会可能起疹子、过敏或是流汗，有一些汗斑之类的，所以大家都是不断的一直去尝试不同的面罩，去找到适合自己的。OK，好，那另外还有一种叫止鼾牙套，对，这个其实也很多人用。那止鼾牙套它主要就是针对那种下巴比较后缩的人，它可以让你的下颌比较往前，然后舌根也可以往前拉，所以呢，它主要是针对那种下巴后缩啊、小下巴的患者比较适用，而且是最好是只有轻度或是到中度的，对，而且你戴上去之后也可能会有一些流口水啊，或是长期下来你的颞关节这边会疼痛，所以这些都要再评估。还有鼻喷剂，这个我就很熟了，因为小儿科医生常常会在孩子感冒、鼻塞或是鼻窦炎的时候开这个鼻喷剂嘛，对不对？所以大人也可以用。大人也可以用，它就是减少你的一些可能长期慢性的发炎，然后导致你可能鼻甲肿胀的问题。但它不是一个说完全解决打呼或是呼吸中止症正式的一个治疗，它只是针对鼻炎的部分去一个辅助改善那样子。好，所以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尝试的方法，对不对？那你们这次其实这边是不是还有几项？就是说，对你如果不用正规的治疗的话，如果你不用正规，刚刚有说很多民俗疗法，对，所以第一个减重有用，我们刚刚有讲，对不对？而且要强调，就是像刚刚有一个朋友就讲说，他减重很多嘛，所以是有强调说，如果你是那种 BMI 已经超过25的人，或是你是老化影响你的呼吸道、肌肉张力不足，那这种人你又有过胖问题的话，你减重要超过10%以上才可能比较有效。10%，对，就是比例要蛮高的。其实也还好啊，你看如果你是80公斤，就是减8公斤而已。对，因为很容易。对，可能体重越重的人，他们要减下来，可能一开始会比较容易一点吧。有人说我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呼吸中止，但是偶尔自己就是半夜睡时会听到自己打呼很大声，然后把自己吵醒。
他说这不知道算不算还是压力导致？你觉得呢？医生说，对对，当你睡你突然醒来，然后听到自己的打呼声，那就是你有呼吸中止了。对，但是我自己其实也有发生过，但是还是要再看你真的是不是已经到这疾病，就是看你1个小时有没有呼吸中止超过5次以上。对，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太累，或是说你前一天有喝酒，或是你有吃安眠药这些，它有可能让你过度的放松，你偶尔还是会发生。然后我们有一位 Jeff， 他就是感觉好像蛮有经验。他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呼吸器的售价真的太贵了。对，是因为它有分国内跟国外的。那国产的大概就是3-4万，国外的可能要到5-6万都有。那可是医生的建议是说，阳压呼吸器这个主机它好的话，你寿命可能到10年左右都可以用这么久。对，那最主要是那个面罩，因为它是橡胶材质，所以你可能要清洗啊、曝晒啊，它的寿命可能大概就1年多。那这个面罩大概就是6000多块，所以这个算是消耗品就对了。可是有人说就是国内外的价差很大。他说的是同样一台机器，国外买跟在国内买可能是2倍的价格，这就没办法了。因为像我的朋友他是这样，他那时候也是去那个睡眠中心。睡了1个晚上，然后就发现他是重度的呼吸中止，重度的。后来医生就先拿了1台给他，这台就是叫他带回家先用，就是说可以先试用看看，就是因为不见得每个人都适合，或是不见得每个人都带得住，就说你先带回去睡个1-2个礼拜，你再拿来还我，然后他带回去睡之后，他真的觉得改善非常的多，所以后来他就去买了1台。对，然后就好像状况就蛮好的。对，所以这个真的每个人状况不太一样。那比较有趣的是，因为时间快到了，我想要聊一下，你们其实有访问一位医生，对不对？这位医生他是奇美医学中心睡眠中心的主任，对，他自己陈主任。他自己就是重度呼吸中止症的患者，他是因为这样所以才去搞睡眠中心的吗？没有，应该是说他在念书的时候，其实国内对于睡眠呼吸中止症的认识还不多，所以他那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其实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患者。然后因为他说他在求学阶段，他在可能在养成医生的那个培训阶段，他也是常常就是很累，然后精神很差。那时候他都以为他是因为常常值班，所以他会精神不好。就是他有一次就是无意间他在可能在念书的时候就看到有睡眠呼吸中止症这样的一个疾病，那刚好那时候国内也开始在推这样的一个检测。那他去做了检测才发现说原来自己可能一整个晚上睡眠是被切成300段的，所以导致才会导致他精神这么差。对，因为他是每个小时呼吸会停止36次，那我们刚刚讲30次以上就是重度了嘛。对，因为他这个一定要靠那个睡眠中心的检测嘛，才能知道嘛，对不对？对。哇塞，所以他1个晚上会中断300次。对，太可怕了。然后他的血氧浓度，像他有提到说，以他们平常来说，就是病人的血氧浓度如果降到90%以下的话，其实他都已经蛮替他们担心。后来他自己做完检查才发现，原来我呼吸中止的时候，我的血氧竟然低到76%而已。很可怕，很可怕。所以后来。他说他的这个日子是怎么过？我看这个好好笑。他说他为了怕找到，而且他说那是大学的时候，因为他的父亲也很会打呼，对，所以他一直都也不就听父亲打呼，不知道自己会打呼。然后后来呢，是到大学的时候，室友给他1个晚上录音存证。这个事情我们都做过，我也录过我老公的录音存证。对，所以他说他很可怜，他都是等室友睡了才敢睡，然后在飞机上，在火车上，觉得困，可是又怕睡着打呼被别人嫌弃，所以就一直咬手指，让自己不要睡着。刚刚我们的 Jackie 就说他好几次在飞机上睡着，然后被吵醒，然后发现大家都在看我，原来是因为我是被我打呼声弄醒。所以后来陈主任他自己怎么处理？对，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医生，所以他知道一些可能手术一些可能风险或者他的成效，所以他后来决定他还是就是带阳压呼吸器。那其实他也是经过了1个礼拜的适应，因为他说他带阳压呼吸器的时候，有时
时候那个松紧带会往下掉，会刮到他的耳朵，或是有时候可能不小心漏气，他也是觉得很痒，然后一抓那个鼻罩又会掉下来。可是他大概用1个礼拜的时间他就适应了。那他这样一戴下来也是戴了就是18年左右。哦，对，有，因为他其实这个上面有照片哦，但是我们现在我可以看得到他戴那个呼吸器，他戴的是属于鼻罩式，对，它是鼻罩，鼻罩式，这看起来好不舒服哦。可是以相对来说，如果他可以得到一觉好眠的话，他们也习惯了，这样对他的整个身体健康状况、隔天精神来说。还是效益是更大的。然后他自己说因为他跟他的父亲都有轻微的下巴后缩，住在同一个屋檐下，饮食习惯一样，都是体重过重、略胖的身材，加上小时候鼻子过敏、扁桃腺发炎，种种因素都让他可能就是打呼，大概都是这些因素而来。所以其实这些大家就可以去想一下，你自己或是你身边的人，甚至是你的小孩，其实我们都可以提早来注意这件事情。所以后来他戴了这个说已经戴了18年了，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子，他就开始就是致力于想要帮助更多人，所以成立了奇美的这个睡眠呼吸中心。然后很有趣哦，就是有人说很贵啊或者什么东西，可是他说他觉得非常的划算。应该是说有些人很多病患都跟他讲说我戴氧呼吸器我要戴一辈子哦。他说的确这个东西可能就是长时间就要这样子陪伴着你，可是医生会鼓励病患就想说像你在戴眼镜一样，它就是一个矫正，你戴的时候就清楚，戴的时候就不清楚，那你就把它想象成呼吸器也是让你戴了就隔天你今天就很好睡，隔天很有精神，你可能不戴你就会打呼，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把它很平常心的看待。对，然后你戴习惯了其实也就没有什么不方便。而且他说他以前都会先帮太太塞耳塞看到太太睡着之后自己才敢睡，现在呼吸器一戴，我们2个都可以同时入睡，一台呼吸器等于治疗了2个人。对，就是枕边人不管是哪一个在讲哪一位枕边人，改善生活品质就什么都值得，但当然就是还是要看自己的状况。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有这样的问题，其实你还是会建议他们先去看医生。对，刚有人说我是要去看耳鼻喉科吗？其实现在在做睡眠呼吸中止治疗的话，主要就是胸腔内科啊、耳鼻喉科啊，有些神经内科他们都会看，但是建议现在很多医院都有那个睡眠中心了，还是对他们这些团队他们都会在参加这里面，所以有这样背景的医生，他可能也会给你比较更多完整的资讯。可是你知道吗？那个睡眠要去排队去睡觉的人很多呢。之前我有朋友说他也是听了我们刚刚那个朋友说有用他就跑去医院，结果他说要排2个月以后，还是要排。现在应该有慢慢国内有在增加了啦。所以你看看有多少人有这样的需要。所以呢，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困扰呢，也可以去看一下康健杂志第4月份的这一期的特别企划，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今天非常谢谢家军来跟我们聊天，谢谢大家。